你知道食物有一种记忆的吗？不论脚步如何匆忙，总有一种食物会将你定格在喧闹人海，秒回孩童时光。澳门这一方餐桌，记录着时间的履历，铭刻着历史的风霜。在百年老店，在沸腾厨房，在看透美味的目光里，在雕琢经典的双手中，食物代代相传，小城滋味依旧。于是，翻开澳门这本跨越100年的菜单，便肉眼可见餐桌的年轮。世界上距离最短的时差，可能就在城市和渔港之间。凌晨5点，小城还未苏醒，渔船已經起锚。你想報多啲嘅，咁你咪勤力啲咯，即係早啲出去，夜啲回來，咁咪報多啲魚咯。30歲的小關已經跟隨父親和爺爺在船上工作了16年。雖然加載了3代人的經驗，但今天能有多少收穫，在每個人心裡都是未知數。当渔船正赶往海上牧场时，澳门最古老的客家村落之一黑沙村，在鸟语花香中醒来。这块只有1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繁华的澳门是一片难得的世外桃源。有水有肥，一个多月就有得吃了。而在几百米外的山坡上，吴关祥正在寻找一种植物——三鸭苦，经常出现在广东凉茶的配方里。今天，吴关祥要用它来制作一道传统美食。虽然现代工具已取代冲臼，但三鸭苦清新的柑橘香一如始终。将汁液与糯米粉混合，在小孙女眼中，这道工序更像是轻松有趣的游戏。好，唔使咁。使唔使茶油啊？唔使啦。新鲜的香蕉叶还会被当成容器，包裹另一道美味。花生碎和椰丝加糖做馅。这是客家茶果的经典配方。哇，咁細！哦，有細個啫喎，呢個記住係你㗎。真係。唔係咯，所以唔係食咁容易㗎喎。三鸭苦糍粑和茶果，这是2道本用来祭祖待客的点心。你食過我整㗎？幾整啊？如今，在澳门留下了客家人1000年生息的踪迹。当身处田园的一家人还在享用早餐，渔船已行驶到海产丰饶的万山渔场。这种渔船被称为虾艇，当2侧舷臂展开，足有40米宽，可同時拖拽18張漁網，專門捕撈游弋海底的蝦蟹。出海咧唔係工作嘅咁簡單咯，有時你拖網啊，有時睇啲水流啊，唔係個個都可以睇得明嘅，都要教。如今，已經很少見到像小關一樣從城市重返大海的年輕人。漁業本是澳門的支柱產業，到上世紀中還有2000多艘漁船，而現在，大小漁船的總和不過100多條。
这些鲜活海产将在第2天一早送达街市魚檔。呢個叫長頸瀨尿蝦，清甜嘅，最好食就係呢啲，或者一啲短爪，我哋叫短爪。呢啲食落去咧有少少鹹味嘅。鹹淡水嘅地方啲魚咧新鮮好多，同埋好味好多。食蟹啊，唔會好鹹，好清甜嘅。如今在澳门海鲜市场，还有40%左右的海产来自本地渔船捕捞。在澳门人的餐桌上，海鲜的烹调方式变化万千。珠江口一带常见的青蟹，是澳门厨师无比熟悉的食材。这个是水蟹了，那一按就按进去了。这个呢就是发糕了，不够高的了。这个整齐的就是烟角。水蟹，青蟹完成蜕壳不久，蟹肉尚未成型，体内汁水丰盈。盐仔，正值青春的母蟹，蟹膏丰腴，肉质饱满。包过4小时的粥底，有了蟹汁辅佐，滋味陡然提升。水蟹、花膏、盐仔、烩鱼一炉，这锅阵容豪华的水蟹粥，将青蟹各时期的精妙风味尽收其中。有一种粤式烹调，更能呈现盐仔蟹的精彩。喷香的蒜油衬底，蟹盐更易受热脱水，结成硬壳。盐焗凝缩了水分，获得比清蒸更为紧实的口感。玫瑰露酒瞬间将热情点燃，酒香喷薄而出，也给蟹肉增添神韵。产自南海的银鲳，被茶叶、生米、核桃椰赋予了奇特的烟熏香味。来自天南海北的熏料，让这道烟熏鲳鱼山海相映，穿越时空。海鲜还可身为助攻，与粤式食材陈皮一道，为鸭子带来丰富的口感和味觉。6小时的烹制，融合了陈皮的果香、鲍鱼的浓鲜和鸭肉的丰腴。菜肴里的主角与配角完成了相互成就。黑沙村的鱼鲜美食则依旧带着古老的风韵。反复用力摔打，鱼肉纤维中的肌凝蛋白析出，产生胶质。150年前，广府顺德人就已经用同样的方式制作鲮鱼饼。陆云德是村宴的召集人，谙熟乡间料理，地道的广府烹调早已如数家珍。葱絲、滾油淋落去，再豉油蒸魚豉油。今晚是骆云德和好友的生日宴，赶来聚餐的宾客将近100人。借美食而相聚，因风味而共情。此刻，这张乡间的餐桌已被欢声笑语印上新的年轮。时光是一面镜子，总能在风尘仆仆的面孔上映衬出记忆中最年轻的模样。在澳门，不论繁华都市里的几亩田园，还是承载了岁月的千年航道，都能让人们透过一方餐桌回望到这座城市的原点。澳门的老街巷，一口香甜的糖水总能让人们回到各自生活的原点。脆爽清甜的马蹄将在姚润莲手中奇妙变身，转化为一款经典的糖水。
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樣東西至關重要。馬蹄沙咧攪拌咗之後咧，就需要落水，水嘅質素都好重要嘅。從上世紀60年代起，澳門供水系統就與廣東珠海相接。沿西江修建了多座水庫，為淡水資源匱乏的澳門帶來每天約27萬噸的清潔水源，維繫城市運轉，滋養百姓日常，也讓澳門人的餐桌生生不息。甜湯在廣東地區流傳久遠，姚潤林的糖水店跨越了半個世紀。無論食材如何變化，水永遠是一碗香滑甜湯的基底。在味精出現之前，湯便是烹調提鮮的法寶。當肉類食材的水溶性蛋白化於水中，上湯就有了為其他食材賦予味道的能量。追求極簡，可以是幾顆產自廣東江門的奶白菜。若要繁複，則能化零為整。原本清寡的乾鮮食材，在濃香湯水的點化下，被喚醒鮮美的本真。一直在做的比較出名的，就是蘿蔔糕、白粥、油條。我們家的白粥除了米的香味，還有豆的香味。加入腐竹的做法，由梁清玉的祖父引入粥店。腐竹的植物蛋白融化於粥水，米湯醇滑，豆香奔放。憑借白粥和幾樣糕點，這家小店已傳承100年。你知道食物有一種記憶的嗎？我們的食客都是吃了這麼多年，都習慣了這種味道。年輕人過來的時候，結婚了，帶着小孩過來，小孩也長大了，又帶着他們的小孩過來，就是一代一代的這樣子傳過來的。餐桌的年輪，同樣印記在澳門人的日常生活裡。31號碼頭邊的沙梨頭街市，是已經退休的粵菜廚師孫君勝每天都要光顧的地方。我都話咧，乜嘢都係有少少秘訣喺度噶嘛，你做邊樣都係嘅。每一位粵菜廚師都有自己獨具心得的秘籍。即使最普通的豉油，100位粵菜廚師會調配出100種風情。澳門人裡講粵語的佔到80%，他們的祖輩大多從廣東各地遷移而來。人群的構成決定了澳門餐飲的根基必定是粵菜。如何將食材變廢為寶？勝哥有他的心得訣竅。剝取魚鰾的內層，這需要技術和耐心。醃咗佢之後咧，佢係爽噶啦，即係爽口噶啦。相比於處理魚鰾，鴨掌脫骨難度更高，精準落刀，力度恰好，才能保留掌皮的完整。上湯小火30分鐘，鴨掌的彈糯脆韌被喚醒，和魚鰾雞肝組合，爆炒20秒。這道鑊氣十足的魚白鳳肝炒鴨掌，已跟隨孫君勝一起退隱江湖多年。係咪唔黐肉啦？係咪啊？冇黐到肉啦嘛？點樣轉換啲菜新做、舊派新做，咁都有。但係我都係支持我自己，係咁樣揸住自己嘅宗旨嚟做。孫君勝一直潛心於古法粵菜的料理。獅頭魚學名棘頭梅筒魚，
个头长度不及1掌，挑战厨师的刀工。不仅取肉，还要将薄薄的鱼肉再次分层，增加鱼片的宽度。润肠和蟹肉的加入，使滋味瞬间丰富起来。料理狮头鱼卷，把控火候必须极为精准。50秒滑油，8秒爆炒，嫩滑丰美的鱼卷，让家里的新生代也体验到澳门美食的粤菜底色。不怕麻烦，不惧费时，这是粤菜厨师的共性，在早已落腳澳門嘅廣東順德菜裏更可見一斑。用最普通嘅食材，要做到一個最好嘅嘢咧，呢個難度係特別高嘅。草魚，我國4大家魚之一，也是順德地區最家常的食材。料理草魚的重點在去除腥氣，油煎讓魚肉表面焦化，鎖住鮮味，再搭配葱薑佐料，將魚肉蒸熟。菜魚羹咧喺順德咧，其實係一個好傳統嘅菜嚟嘅。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因地利之便，許多順德廚師前往澳門謀求發展。順德菜就這樣開枝散葉，聚木成林。蟹海參烹製的釵魚羹，要用整條鯪魚和草魚骨來吊高湯。與草魚肉鬆混合，鮮濃魚羹已經成型，只差最後的點睛之筆。其實嗱，釵魚羹嘅即係最點睛係乜嘢？真係要運用翻啦，順德人最中意嘅咩？欖仁啦。全中國香氣最好的欖仁，產自廣東增城。每年中秋過後，進入烏欖的採收季。啊，你現在採到啊，揼啊你去啊！西山烏欖的栽培歷史超過400年，在鄧山村，每家每戶都有爬樹採欖高手。2個月的採摘期裡，他們每天要在樹上勞作至少10個小時。樹上嘛？處理烏欖，需要將水溫控制在70攝氏度左右。翻攪浸泡5分鐘，欖肉的質地就會由脆變軟，便於取出欖核。嘅翻來啊！誒，嘅嘢少當一裝嘅，當一少裝嘅，當嘅啊，拉嘅，一幫嘅。僅憑拴在竹籃邊的一根棉線，一纏一拉，村民們就能完成開欖取核的工作。這個手藝在鄧山村代代相傳。村裡很多民居的天台都被用來晾曬欖核和欖角，等待4天左右，要靠人工開核取人。此時的欖仁已散發出誘人的松子香味。夾埋啲欖仁同個羹一齊食咧，係另外一種嗰種香味咧，先係真真正正出嚟。我師傅成日講嗰幾個字啦：傳承不守舊，創新千萬唔能夠忘本。啲辣冇搞喎，啦，等個吧，等到咁啦，講嘛。
经热水浸泡过的乌兰，果肉的口感接近红薯，不甜，但略带果香。蘸上白糖或姜蓉酱油，乡土滋味质朴诱人。取核后剩下的蓝角更是重要的食材。在一个个圆锥帽里填入细盐，用手捏紧。腌制数周，变成了粤菜中常用的一样烹饪配料——湿蓝角。而这种风味也跟随粤菜厨师来到了澳门。其實我哋係用翻我哋粵菜嘅手法去加入翻其他地方嘅食材，因為我哋傳統嘅菜，我哋嘅傳統嗰個烹調方法係我哋嘅根嚟。徐伟豪對一種粵菜特有的蒸魚配料進行了改良，混合藍角和豆豉一同走油，這是傳統粵菜中藍豉醬的配方。而加入泡椒、指天椒等辣味食材，则是徐伟豪对这一经典风味元素的创新。腩個蒸魚咧，個魚咧，其實我哋都有首先有選擇嘅。我哋要本身要有油脂多嘅魚啦，因為佢腩角吸收翻魚油，咁佢個香味會更加突出。馬友魚。魚肉富含油脂，更能激發出藍齒特有的味道。無花果葉，澳門飲食裡常見的食材，搭配荷葉，兼備清新與甜香。徐伟豪以傳統粵菜為底色，結合經典風味和本地食材，創作了獨具風格的菜式。澳門漁民海捕的斑節蝦富含膠質，與豬肉餡混合，搭配馬蹄和欖仁，加入濕藍角，讓烏蘭的不同部分再度相遇。用来让食物定型的法宝就是蛛网油，既有长衣的功用，还能增加额外的油脂香。这道美食的灵感来自潮汕的果肉和传统咕老肉。技法博取众家之长，在时代的餐桌上刻下新的年轮。却依然守望着前人的背影。澳门荡仔岛，一间有着100年历史的虾酱店。91岁的潘健康是很多粤菜大厨最看重的前辈，他的手工虾酱在人们心目中无可替代。人哋用機械，人哋入1000樽，我入100樽。潘健康一直遵循传统制法，用新虾酱与半年前的旧虾酱1比1混合，反复翻搅，调和出甘醇的古早味道，也在澳门人的餐桌上留下一份执念。虾酱五花肉，这是很多老澳门人都钟情的一道家常料理。虾酱的醇厚配五花雕酒的清冽，让肉香有了新的表达。如今，古法虾酱也跟随粤菜名厨登陆首都。800克左右的响螺，只能切出不超过200克的净肉。切薄片，
不超过2毫米。清鸡汤白灼，螺片断生，便做好了与虾酱相遇的准备。热油与姜汁隐藏了虾酱的锋芒，又将惹味基因激活。崭新的时代，让澳门之味可以跨越千里，在远方的餐桌上复刻了年轮。100幾10年啦，佢傳到落嚟係咁做，冇秘方嘅，個個識嘅，你唔易唔繁複嘅可以做。我哋讀到小學畢業，世界第2次大戰啊嘛，全部中學、大學全部停頓噶嘛，咁得到結束咗世界大戰，我已經15、16歲啦，佢哋點入中學咧？點讀咧？聊起往事，潘健康依然目光炯炯，守望着自己年轻时的那个背影。清晨6点，澳门的各个肉档街市就已开始喧嚣。一车车新鲜猪肉从祖国内地通关而来。佢要求一定有新鮮，隔夜都唔攞我哋嘅，一定要即刻拆到就交俾佢。個要求咧，全甲又腍又滑，唔攞後髀。我都借配合6年。像往常一样，罗锦培把最好的肉留给一位老主顾。这间藏在小街深处的古朴店铺，虽没有招牌，但却是很多澳门人心目中的美食圣地。我諗我喺度揸住把刀耐過我老豆。麦林师傅14岁就跟随父親開店，已經幹了50多年。用富含肌間脂肪的前甲肉做叉燒，這個習慣從沒變過。咁佢始終都有人會諗住自己創造一種新嘅方式噶嘛，即係我哋又好似唔會諗你嗰種創新嘅方式，咪所以咪即係維持到咯。用糖、鹽、燒酒、麻醬和醬油等佐料來醃製豬肉，這是全行業都知道的配方。小鋪裡每天的常規操作也從沒變過。但這家店的叉燒就是有一種魔力，讓食客頂着烈日提前1個多小時前來排隊。爸爸媽媽帶我過來這邊去過1次，然後就忘不了，大概起碼30年了。澳門係好狹窄嘅地區喎，有好多時都係幾十年光陰啦，走來走去都係同。佢有講俾我哋聽啊，佢已經話我哋已經係幫襯你第3代。叉燒，澳門最深入人心的美味之一，也是在餐桌上印刻最深的那一道年輪。不論吊爐還是明爐，烹製叉燒永遠避不開炭火與肉食的交鋒。有經驗的廚師會時刻關注肉與火的狀態，何時收火，何時追火，各有訣竅。你唔能夠控制火就即係唔得深入去了解嗰個問題。當看似火候已到，就還要追以猛火來增加焦香。叉燒出爐，就要迅速包裹蜜糖。至此，久經考驗的大鹹大甜味型就已打造完畢。咁有好多人認為我哋做嗰樣嘢係即係秘笈，根本就冇秘笈，只能夠你熟能生巧嘅啫。
上午11点半，烧味小铺准时开门。夫妻二人迅速切换为战斗模式。店里只卖熏蹄、叉烧和油鸡，菜单其实就是3种烧味的单品或组合，再加上雷打不动的4锅白米饭。开门迎客，賣完收工。即係你見我哋做就好似3個鐘頭，但係背後我哋搞好多嘅嘢。菜刀叮當作響，這是麥林師傅思考下刀位置的一種方式，但也成了個性化的叫賣。我中我幾多？你話我聽。叉燒飯嗱，等下，等下。要說這份差事苦不苦，看看老闆娘的表情就知道。分幾個名，我老豆叫我分，好多以為我老婆叫我分。佢3個叉題啊嘛。3個分題叉。但係3個，嗱再嚟，嗱呢沓嘅後面你講佢先。在菜刀的叮當鳴奏中，每天的3個小時總是匆匆而過。我哋兩個執順咗隻手嘛，即係知道佢要乜嘢，我要乜嘢。如果講姻緣關係就係唔定咯。如果倘若你揾啱一個老婆去打麻雀，你自己都可以講得係倒霉，係咪咁講？講你自己講。即係倒霉咯，我哋叫做咯。如果你揾啱個老婆係冇嗰樣嘢，你咪 OK 咯，即係咁樣咯。小鋪裡擺放着很多年代感十足的老物件，這些都是麥林師傅的收藏，在一方小天地裡承載過往，映照着餐桌上的年輪。歷史係注定一生人嘅開始，冇歷史就係冇人生嘅。而家我已經過咗半百歲人啦，已經係變咗成歷史咯。在澳門，歷史並不代表老舊，而是風味傳承的根基。嗰個雞仔嘅咧，都係合桃酥，嗰隻鮑魚酥，鮑魚酥又好食㗎，但係佢話冇鮑魚喎，不過形狀就似鮑魚，所以就叫做鮑魚酥，佢又一層一層嘅，就係好食落就好鬆化嘅。點心糕餅是澳門最出名的手信產品之一。這是一間有着120年歷史的糕餅手信店，如今依舊堅守着手工製作的傳統。而店裡的主理人卻有着一張青春的面孔。我上大學的時候還在想我可能想做工程師或者做醫生。有一個姑姑突然跟我說，你不傳承這一家店，就沒有人傳承了。突然，我的世界就多了一個出路。就是多了一條路，就是我一定要回來去做這個餅。這間鋪子裡最古老的一種餅食，只有年輕的高子琪才能完成。製作這道餅食最關鍵的技術就是和麵，為防止麵團起筋而失去鬆軟的口感。和麵時間不能超過5分鐘，因此需要足夠的力道和經驗。我剛2018年開始接手的時候，有一段時間就是想說，為什麼我要回來做？就是我們店裡因為比較老舊，不可以裝冷氣，暑假的時候40多度，很辛苦啊。做久了就會習慣了。而且你一定要堅持下去，才可以傳承這個手藝吧。光酥餅，這是以往澳門漁民出海打魚常備的一種餅食，貌似平凡無奇，但要做到鬆軟酥香，也並不容易。我做出來的餅有很多客人都說，這餅真的比其他家都好吃，那就給我一種動力。然後
好像一种赞美一样，就是我做到了。以传统为基地，澳门的饼食手信在新时代也迈出了新的脚步。每天生产30万个杏仁饼，还开发出300种不同的手信产品。这个占据了澳门70%市场份额的手信店，以最直观的方式映衬着澳门的发展。在脚步匆匆的澳门，总有人在不断调整步伐，追赶这座城市的新節奏。肝膽相照，攬住摔角，活在當下，心滿意足。酒逢知己，一生何求？我就是肥仔俠。身为侠客，必定有一样趁手的兵器。大餐包作为容器，填满辛爽扑鼻的咖喱牛肉。肥仔侠从不按套路出牌，他把自己这套自成一派的美食称为“鬼马菜”。我说呀，我这个中餐馆怎么上了西餐的面包了？其实我是做西餐不过菜的，我西餐不过菜的厨师，但是是啊，是我们学西餐的时候，西餐的咖喱，一道是澳门的葡国咖喱。肥仔侠1981年入行做葡国料理，1985年接触粤菜。从开店至今的30多年间，菜单的更新从未停止。如果展示什么特别的东西，那个胖姐老板可以亲自做给他们。这个花雕醉虾可以吃啦。那这肥仔侠是怎么来的？你胖不胖？你胖啊，侠呢？我工程这样的家。英雄的英，大侠的侠。啊，张英侠。张英侠。肥仔侠。澳门回归祖国后，大量游客到来，张英侠和他的鬼马菜一道，迅速成为了网红。你看那个西餐葡国菜啊，来来去去到自己怎么到东自己一点点东西。但是粤菜变化很大，再结合我的西餐葡国餐下去。张英侠准备挑战著名的广府菜冬瓜盅，他的独特兵器自然不会缺席。把卷心菜塞进冬瓜，虾干、排骨和干蚝豉的填料组合，出自多年融汇风味的经验。整个地呱呱叫，一种菜就是哇哇菜，小孩子、老人家都可以吃。那呱呱2个呱1个呱就呱呱叫，特别开心。所以今天啊，我炒的菜啊，应该更好味道啊。客人见到你开心，他才满意，才开心。有肥仔侠在，漫漫时光总会被刻上欢乐的年轮。我们从来都不会写下来的，好像是你不能忘记的一样东西，也不能够告诉人家的一个东西，是挺特别的，对。陈伟良所说的这样东西，是从家族长辈那里继承来的烧腊工艺。烧腊同样是澳门与祖国内地以一带水的风味基因。在工厂化的腊味车间里，凭借现代技术，一年四季都能稳定供应腊味。年节将至，需求大增，这家工厂一天可产3吨腊味，供应澳门70%的餐厅。而陈伟良继承的烧鸭工艺，则透出澳门不拘一格的气质。
家族秘传的香料，搭配优质的黑胡椒，中西碰撞，带来奇妙的味觉。这个手艺从我太爷在信会里边就已经开始摆摊。我爷爷在澳门呢是当担挑在街上叫卖的，就是靠这个手艺来生活来吃饭嘛。和一些烧腊制品通过酱油来提色不同，烧鸭外表的色泽全部来自糖皮和火力之间发生的美拉德反应。经过炙烤，黑胡椒烧鸭颜色枣红，并发出淡淡馨香。这些美味将在10分钟内送抵门店，保证鸭皮的脆韧和肉汁的丰盈。还有一些老的客户、老朋友跟我说，你调料的时候有些多，有些小，客人都会吃出来。为什么今天咸呢？为什么今天甜的不得了？好像味道太浓了吧？都会说。众口难调，这在澳门似乎已不是个无解的话题。大时代中，人们因缘际会，各地风味在餐桌上刻下了新的年轮。坐着不如躺着，好吃还得饺子。来自北方的水饺，在澳门也不会水土不服，反而在竞争激烈的舞台上越发精致。而这种由移民开创的美食风潮，早在15年前就已有之。糖醋小排。你試一試。我哋啲排骨咧，好似比較大咗啲啊，阿華哥。哦。自己是上海人，是湖州人，所以我父亲就特别想做一个就是家乡的菜，也是希望把那个上海我们家乡、我们上海的文化带到澳门。上海这个行为就是要农有产家。从2006年开始，这家酒店就从没有停止对上海风味的推广。茶叶熏蛋。这是一道在上海也难得一见的经典本帮菜。一般来说，家里现在都不会做花那么多时间去做，但是我们餐厅最希望是带动澳门市民去认识到上海是什么一个文化。熏蛋的糖心可见匠心，而这只是前奏。红烧原蹄。沪上年饭的压轴大菜，也是浓油赤酱的代表作。调味时只加老抽，不用生抽，对深邃色泽的追求可见一斑。用富含胶质的烧肉原汤勾芡调汁，营造最后的一抹惊艳。软糯香甜的红烧原蹄，在澳门人的餐桌上刻下一道浓墨重彩的年轮。不论天气如何，谭国峰经常会守候在酒店的库房门口，等待新一批食材的到来。在来到澳门的15年里，这个習慣從未間斷。我覺得身為中餐嘅廚師，其實最重要都仲係要承傳或者保留翻我哋粵菜或者中餐嘅一啲老嘅味道。在谭國峰看來，立足中外食材，延續粵菜傳統，甚至利用現代組合復原古法粵菜，這也是一種傳承。为了研究一道典籍中的名菜，谭國峰拿出了珍藏多年的一樣食材。澳門呢個地方，無論喺食材嘅取材嘅方便啦，
飲食文化嘅多樣性啦，嘅叫做包容性啦，都比較大。这是一块罕见的干制龙趸鱼皮，因为存世稀少，早已无法衡量其价值。17岁时，谭国峰就能承担摆桌宴席的干货料理，对泡发技巧熟稔於心。要靜落嚟，唔可以心急，要令到佢自然去浸發。凍水、熱水嘅交替去泡發咧，膠質可以保存得更加好。以这块鱼皮为起点，谭国峰将展开一幅描绘美味的山海画卷。以消失的味道、昆仑爆腐为灵感，将粤菜中高汤复味的技法发挥至极。用泡发的干鲍鱼吊汤，将龙趸皮隐藏的鲜美慢慢唤醒。兼容西式餐饮的上菜形式，谭国峰融汇山海食材于一盘。筋道弹滑的鹿筋，出身日常的柚皮，越洋而来的日式昆布，都有专属的复味巧思与之相得益彰。如果需要对美食做出定义，谭国峰的答案就是极致。在这里看不到取巧，只有對人間至味的追求。我覺得復原呢一道老菜，其實對於美食係個技術嘅傳承。在澳門的每一天，都有無數年輕人走在追求夢想的路上。他們出生於澳門，也從小守望着這座小城的歷史年輪。總有一天，已不再喧囂的千年航道，或者依舊熱鬧的百年老街，會讓他們因一方餐桌而思緒萬千。埋下一粒鄉愁的種子，收穫一棵遮陰的大樹，刻滿歷史的風骨，也將寫滿對燦爛未來的情愫。